都别哭了，哭也哭不到京城去。到了北京，是死是活，各凭本事。官爷，昨日还有半碗，今日怎么只剩这些？路远粮少，想活就省着吃。我身子重，能不能多给一口？我可以少喝水，只要一口。谁让你身子重？流放路上不养闲人。这种人不怕哭闹，只怕麻烦。能不能多给一口？婉宁，他怎么样？他现在需要热水、食物和休息。吵什么？谁倒了就拖下去，别挡我赶路。押送名册上有多少人？最后到北京要和多少人？若半路少太多，您也要写也有。一个有身子的妇人倒路上不好交代。今日口粮就是这些。只是想活。行，你也没。现在你比我更需要。官爷，前面若要歇脚，可否我去路边找些能入口的东西？若找不到，我认命；若找到了，也能让队伍少死几个人。您省事，带人跑不了。行，你给你个条件，认识什么野草，别跑了就嘴。能吃。关家乡周头说了，若你找不出东西，今晚江家就不必再分粮。这是逼我立下生死局。还真装得像那么回事儿。差不多了，别想耍花样。我需要一只锅、水、火。你还挑上了？人若熬不过今晚，明日你们要拖着病人赶路，到时候慢的是整支队伍。这些能吃？能，但要煮熟，不能生嚼。要是吃出事儿呢？我先尝。给他一口破锅。他在做什么啊？血水也要滤，那黑炭能用？嫂嫂，慢慢咽。行了，剩下的我们收了。官爷，这锅汤是给病弱之人吊命的。你敢拦我？不敢，刚才说过，这些要认的，要煮熟，要分量合适。若官爷喜欢，我可以另煮一锅孝敬。只是这一锅已经分给病人，乱动之后出了事，寒自己冬夜驱寒。江家庶女倒比嫡出的还会活。人在路上，总要学会低头看地。今日能不能教我们认野菜？只是半块干饼，谢谢你救了孩子。婉宁，今日若没有你，我怕……别说这种话。到了北京之前，今天只是开始，幕后那只手不会只有这一招。都闭嘴！都闭嘴！谁在乱喊？谁堵了嘴？山道左坡右岭，若有人从林中逼近，囚车里的老弱根本无处可逃。婉宁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？别慌，先把身子压低，把包袱放在外侧，人往里靠。孩子和身子弱的躲中间，不要哭，不要喊，越乱越危险。我们能怎么办？我们都被关着。能做多少做多少，把陶碗、石块、木片都收到手边，不是为了逞强，是为了争一口气。周头，不像普通截路的。留下江家人，其余人不为难。若他今晚顺势交人，我们便没有活路。周头，你又想说什么？他们敢点名要人，就说明知道押送名单。若江家人今晚没了，您回去写不清；若整支队伍乱了，您更写不清。你以为我怕？您不怕麻烦，但您不会喜欢替别人背锅。捂住口皮，等会儿风往林子那边吹，你们把灰扬出去，不要乱扬，听我数。我不敢。你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活。押送朝廷流犯，谁敢拦路？我们只要江家。你们受谁指使？敢在押送路上点名要人，背后的人给了你们多少银子？够不够买你们全家后半辈子安稳？3、2、1，就是现在！这条流放路从来不是惩罚，而是安排好的消失。江婉宁，你最好一直这么有用。我也希望周头一直这么清醒。明日起，江家口粮照正常发，自己担着。婉宁，我们是不是能活到北京了？能不能活到，不靠别人说，靠我们自己。江家这个庶女不能留。婉宁，真的发足了。吃慢些，留一半晚上熬汤。这不是恩典，
是昨夜争来的喘息。江姑娘，昨日那野菜能不能教我们认？还有血水过滤，木炭真能用。继夜行，闻气味，不确定的绝不能碰。血水要烧开，能过滤就过滤。老人孩子先喝热的。这些东西归队里了。那是婉宁找来救人的。流饭的东西也敢说归自己？官爷要用可以，只是这些野菜分了类，有些能熬汤，有些只能外用。木炭也分干湿，若混在一起，今晚有人吃错喝错，耽误赶路，恐怕还是您负责。周头，他只是个流犯。那你认的？谁认的？谁管？以后这种东西，江婉宁分配。周头，这条路最近不太平。怎么不太平？昨夜有人见到林里有火。林子太近了，孩子往中间靠，包袱挡外侧，能拿的石块破外都握在手里。什么人？出来！留下江家女眷，其他人可以。谁派你们来的？他们目标明确，但人数并非压倒性，只要拖住，就还有机会。婉宁，别怕，听我数。你们确定要在这里动手？昨夜已经留下证据，今日再来，沿路遗迹、押送名册、差役口供全都会对上。你们背后的人真能保你们？小姑娘，太聪明不长命。呀！拦住他们！退后！陆百户，奉军令接应流放队入北境，谁在这里劫人，谁就是扰乱军务。再前一步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他们已经动摇了。小伤，小伤也会拖成大麻烦。你懂这个？路上想活，什么都要懂一点。这个江家庶女，远比想象中更不简单。婉宁，嫂嫂放心，这2日别用力牵扯，若发热，必须立刻处理。多谢。你刚才救了整车人，这是该还的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山里起雾，正常。不对，不能往前走。为什么？谷里雾气不对，让所有人用湿布掩住口鼻，立刻往高处撤。一个流犯，还指挥上了。捂住口鼻，别说话。所有人立刻用湿布掩住口鼻。照他说的做。再往前走会出事。陆神川，真正的危险，现在才开始。听他的，全队后撤！不要往后挤，老人孩子先捂口鼻，能走的扶，不能走的车不要掉头，斜着往坡上推。照江婉宁说的办，
谁乱跑？过来，全着队！我们会不会都死在这儿？不会，往高处走，别停。今晚不能下蛊，必须找高处避风处。哪里能避？那边可能有山洞。是。岩壁处果然有山洞，足够暂避。婉宁，又是你救了大家。还没结束。粮食只剩最后一袋，再不吃，明早都得饿死。按人头分，凭什么？先给孩子，我的话快不行了。这袋粮如果现在抢，半个时辰就没了。可若熬成薄粥，加野菜、草根和热水，能撑2日。薄粥顶什么用？那你现在抢完，明日吃什么？吃空袋子吗？你想怎么分？老人、孩子、病弱先吃1碗热粥，青壮半碗，吃完去洞口设陷阱捡柴，找能入口的东西。差役和军士轮班守夜，不能空腹，也不能吃太饱。按他说的办。你呢？我还撑得住。你也得撑住。套住了，真的套住了。套住了。一路饥寒奔波，身体终于撑不住了。婉宁，孩子，一定要保住孩子！怎么办？这里连大夫都没有。军中可有医室？最近的军医也要半日路程。给我1根银簪。嫂嫂，别怕，跟着我的声音慢慢呼吸。孩子，孩子。婉宁，是父亲，对不起你。真正撑着江家走到这里的人，是你。父亲，我们还没到北京，等活下来再说这些。陆百户，山下都雾散了，还能看见城墙。我是军营村屯田所管事王虎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归我管。念名字：江家，村委破屋一间，盐碱荒地30亩，安家粮半袋糙米。那屋子漏风漏雨，去年都没人住。那30亩盐碱地，连野草都长不好。嫌弃也没用，这里不是京城，能有口饭吃就该知足。开沟排盐，和泥压碱，草木灰改土，腐叶培福。怎么，受刺激了？还是觉得自己能把这块死地种活？别人眼里的死地，在我眼里，全都是粮。按云营村规矩，流放女眷都要配给军户，以后种地生娃过日子都靠自家男人。谁家有牛，谁家粮食更多。
有些人啊，挑都没得挑。他就是陆晨川，醉驾之后家里穷得很，还有老娘和弟弟妹妹。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。江婉宁，你选他？我选陆晨川。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偏偏挑最穷的。我要的是能一起过日子的人，不是别人家的粮仓。我不娶。真正的考验，现在才开始。哼，陆晨川，你还挑上了？我养不起你，跟着我，只会吃苦。你养不起，那就我养。他疯了吧？我会种地，会囤粮，会算账，也会把日子过好。你负责守住这个家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这门婚事我准了。真正的日子，现在才开始。就是那个醉女，居然真嫁给陆家了。陆家已经够穷了，又添一张嘴。这就是家。挺好的。陈川，回来了。娘，这是儿媳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嫂子。今天不收拾屋子，先收拾家。嫂子，对不起，家里只有这些了。陈川每月军饷大半都拿去买药了。嫂子，这是路上顺手晒的。好香。娘，您先吃，正在长身体，多吃一点，以后家里的事还要你帮我。你呢？锅里还有。嫂子，以后你也是我们家的人。听说陆家娶了个能干的新媳妇儿，出来，让我们也瞧瞧。这是明早的粥底。小满还小，饿怕了。从今天起，家里要立规矩。那娘病着也要干活吗？娘养病就是最大的正事。清河洗菜捡柴，小满喂鸡背柴看火，陈川巡营，我管粮做饭开荒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。刚才你是不是藏了半块干饼？嫂子，我不是想偷，我怕以后没饭吃。家里可以穷，但不能藏私。你想吃可以说，你藏了，别人就会饿。我知道错了。从今天起，你记账。你藏了半块干饼，就记半块。以后家里收了粮，
秋后你还10颗。10颗？错要认，账要还，但只要肯还，就还是一家人。你真觉得这家还有救？有，只要人心不散，地就能种活。陆家新媳妇儿，听说你要种活那片盐碱地，明日我们可都等着看笑话。嫂子，我们真的要去种那块地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它就是我们的饭碗。可是大家都说这地种不活，别人种不活，不代表我们种不活。陆家这新媳妇儿还真不死心，这可是全村最差的地。江婉宁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我还能给你换2亩普通地。清河，从这里开始挖沟。小满，把石头全部捡出来，堆到旁边。嫂子，不先翻地吗？先排水，再翻地，顺序错了，力气全白费。锄头不要直砸，斜下落，借土的力，就省劲儿。真的可以？好像真懂种地。哼，懂有什么用？盐碱地就是盐碱地。王管事，不好了，上游沟渠堵了，水全往这边冲。这彻底没指望了。不好，他们不是堵了沟，是有人故意改了水道。陆晨川，帮我从左边开一道泄水沟。清河、小满，捡石头堵右边。娘，您别过来，在高处看着水往哪儿流。好。嫂子，来不及了！来得及，别看水，看沟。流走了，嫂子，真的流走了。他怎么知道水会往那边走？这姑娘真懂地势。今天这块地保住了，但想种活还远远不够。接下来做什么？翻地、开沟、排盐。先把这块子地的气透出来。我来。从官家女变成泥腿子，滋味如何？能从土里刨出饭，才是真本事。嫂子，沟里没水了。改土最要紧的是水，没有水，再好的办法也施展不开。嫂子，不是要改土吗？怎么不挖地了？没有水，土改不活。可村里的井都在王虎那边，咱们去挑水，他肯定要刁难。所以，我们自己。陆家新媳妇疯了吧？盐碱地还没种活，又想挖井。江婉宁，你要是真能挖出水，我王虎以后绕着你这块地走。就这里。确定？8成。够了，够了。看吧，白费力气。嫂子，还挖吗？挖。嫂子，真的没有水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再挖下去人都要埋里面。还挖吗？再挖3尺。3尺之后还是没水呢？那我认。出水了！出水了！真的出水了！啊，真的有水！这地方多少年没人挖出过井？江姑娘，能不能给我家分一点？我娘病着，好几日没喝过清水了。我们不白要，帮家干活行不行？嫂子，这么多人都来打水，咱们够用吗？取水可以，但井是陆家挖出来的，水不能白用。谁家要水，便来陆家地里干半日活，挖沟、捡石、运草木灰都算。干完活按人头取水。行，我干。只要有水喝，干半天活算什么？好啊，我倒不知道营村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新媳妇立规矩了。这口井从现在起归屯田所管。凭什么？这是我们家挖的。营村的地都是屯田所的地，地上的井自然也是屯田所的井。王管事要拿井，不是拿，是收归公用。那正好，咱们就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把这口井的归属说清楚。王管事，
当初分给陆家的是村委破屋1间，盐碱荒地30亩。这口井在陆家荒地正中，地契上写的明白，荒地归陆家耕种使用，水井随地走。陆家自己挖的井，自己加固的井口，自己定取水规矩。若屯田所要收走，要拿出文书。是啊，不能人家挖出来了没人管。现在出水了，倒想江婉宁，你别拿一张破纸吓唬我。军营村用水紧张，这井给大家用有什么不对？给大家用当然可以，所以我已经定了规矩，谁想取水，帮陆家干半日活，陆家得人手，村民得井水，两边都活，这叫互帮，不是强占。江姑娘这规矩也公道。是啊，我们愿意干活换水。行，江婉宁，你有本事，不过你别得意，这口井你能守一时，守不了一世。那就等王管事拿得出文书再说。江姑娘，我家要2桶水，我去帮你挖沟。我也去，送我一个。井保住了，人心也开始往陆家这边流了。婉宁，家里就剩这些了，若是不够，咱们就先不种。够了，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是最贵的。嫂子，再晚些好粮就没了。哎，姑娘要买粮。这些怎么卖？姑娘识货，这一袋800文。800文，普通麦种才300文。姑娘，这可是边城独一份，别人没有，我这里有，价钱自然高。掌柜，不是粮贵，是你的秤轻了。小姑娘，可别胡说，我这秤用了10几年，从没出过问题。怪不得每次买粮都觉得少。误会，都是伙计拿错秤了。既然拿错了，那就按足秤重新装。还有刚才多收的银钱，也请一并退。嫂子，我们赚了。别人眼里的怪粮，很快会成为整个北境最抢手的粮食。去军营村，告诉王虎，陆家那个女人不能再留着了。嫂子，又长高一点了。好多年了，咱们家这块地总算见着绿了。不好，怎么了？寒潮！寒潮来了，今晚可能落霜，各家快收拾！完了，今年又白种了，这一冻全没了。嫂子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又没有粮吃了？还有救！真的？现在还来得及。清河，马上回家，把所有草林、麻袋、旧棉衣全部找出来。小满，把柴房里的稻草全部搬到地头。陈川，去借村里所有不用的竹竿。种了一辈子的地，还真以为靠几块破布就能保住？哼！只要赶在霜落之前搭好，幼苗就能撑过这一夜。嫂子，菜活了，真的活了！嫂子，这真能卖钱吗？能不能卖钱，要看卖给谁。这是新鲜青菜，刚摘的。姑娘，这一筐我全要了。慢着，江姑娘，咱们也算熟人，这筐菜我出300文。秦掌柜，这是我先看的，价高者得嘛。姑娘，我出500文，600文。掌柜若真想要，我不要虚价，只要800文。但以后陆家的新鲜菜优先送你家酒楼。成交。嫂子，咱们家终于有新东西了。这不是花钱，这是把今天的钱换成明天的饭。陆家真卖盐碱地啊！江婉宁手里肯定有种活地的法子。陆家的地真的开始生钱了，接下来眼红的人只会更多。婉宁啊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把种子分婶子一点，等以后收了粮，婶子加倍还你。还有我家，俺也去帮你种地，我不要多，够种半亩就成。嫂子，要不给大家分一点？反正咱们还有种子，我可以分，不白分。
想要种子可以来陆家干活1天，换1份种子。想学改地也可以，帮陆家挖1天1沟，我亲自教。以后谁家种出来了，再把收成留1成给陆家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还算这么清楚？正因为一个村，规矩才要先立。今天白拿我的种子，明天别人也会白拿你的粮。只有各凭双手换来的东西，才会珍惜。婉宁说的对，哪有让人白忙活的道理？今天我就去给你挖沟。俺也去捡石头。嫂子，他们真的来了。我要的从来不是这1天的工，而是一套让所有人认可的规矩。该来的，终于还是来了。买那么贵的青菜，这拔几坨又能怎样？你在干什么？什么偷？这地本来就是军营村的，我挖2棵菜怎么了？你脚下踩的是陆家的地，你怀里拿的是陆家的苗，放下！我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现。一个流放来的罪女，也配跟我讲规矩？这是我们家的菜。刘赖子，我最后说一遍，把菜放下。我要是不放呢？你还能拿我怎样？你在做什么？陆晨川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不过几颗菜而已，你媳妇儿倒管得宽。菜是陆家的，地也是陆家的，她是我陆晨川明媒正娶的妻，谁动她，就是动我。来到这个陌生世界后，我一直都是自己护着别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前面。有我在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里面是热饼和热汤，中午记得吃。别一个人上山。好，我送你去军营。这小子总算知道惦记人了。快来人！赵川被石头砸中了！坏了，伤处太深，止不住。让开！还有救。清河，把布包给我。这止血法竟比直接包扎快得多。骨头应该没有完全断裂，但这几日不能乱动。再熬一副红血消肿的草药，每日换药，很快便能会复复。这手法是谁教你的？家中长辈略懂医理，我只是学了些皮毛。照他说的治。末将遵命。嫂子，刚才那些士兵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今天救下一个人只是开始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军营已经开始相信陆家。奉霍老将军之命，请江婉姑娘配置止血药膏，今后军中伤兵所需药膏优先交由陆家制作。陆家的下一条生路终于打开了。霍老将军有令，军中止血药膏以后优先向陆家定制。军营真来下订单了，陆家这是攀上大运了。嫂子，这么多药，咱们几个人做得完吗？军营要得急，可不能误了事。赵婶、李婶，你们愿意挣钱吗？挣钱？愿意晒药的1天15文，会碾药的1天20文，手巧包药的按件算钱，多劳多得。婉宁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有一个规矩，药材救命，不能偷懒，更不能偷料。俺也去晒药。谁做坏一份，谁做好一份，当天结钱；做坏一份，自己赔。赊篇谱红，当天结。合格，霍老将军说了，以后药膏还交给陆家。我活了40多年，第一次知道女人也能挣银钱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一个陆家富起来，而是整个军营村一起活下去。一个罪臣庶女，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嫂子，不知道是谁乱嚼舌根，说咱们的药不能用，还说你会邪术。要是真的，那就让大家亲眼看看。江姑娘，训练场有人受伤，军医请你过去一趟。大家可都看好了，若真有本事，就别把人治坏了。江姑娘，请。真的不怎么疼了。止住了，这药真有用。说
说不定只是运气。林大夫，请您验药。都是北境常见药材，没有任何稀奇之物。江姑娘只是调整的更加合理，因此止血更快，恢复更稳。这是医理，不是什么邪门法子。依靠在散布谣言，扰乱军心。婉宁救了军师，也让我们谁在正上了一句不是。我赵婶第一个不答应。本想毁掉他的药房，没想到反倒让他当众立了威。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流言，而是那个躲在流言背后的人。这是止血草，这是艾叶，蒲黄要看花序，不能混着采。嫂子，好难闻。村里老人说，这井里的水有毒，以前有人喝过，上吐下泻，后来就没人敢靠近了。这不是毒水，不是，这是苦乳，里面盐分太重，所以不能直接喝。不能喝，那还有什么用？能熬盐。婉宁，你可别胡来，这口井邪门的很。大家都叫它毒井，谁碰谁倒霉。婶子，你尝尝。咸，苦的发涩。苦是因为杂质太多，只要把杂质去掉，剩下的就是盐。嫂子，你真有把握吗？有，不过不能直接熬，要先沉淀，再过滤，最后才能煮。小满，回家取铁锅、木桶和麻布。清河，搬几块平整的大石来。这里危险。陈川，咱们陆家下一条生路就在这里。他这次怕是真要栽了。第一锅盐到底能不能成，很快就会有答案。这毒水要是能熬出盐，我把这口锅都吃了。别白费柴火了，这么多年谁没试过？嫂子，不是一锅煮到底吗？杂质不去，熬出来的不是盐，是苦块，每一步都不能省。婉宁，还没好吗？停火！白了，真的白了。嫂子，那是盐。真的是盐，成功的把毒水熬成盐了。我活了50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白的盐。尝尝，比军营发的粗盐好。嫂子，咱们发财了！第一锅盐不卖，不卖。赵婶家孩子还病着，李叔家没有盐下菜，先分给他们，剩下的再送军营。不好了，变成官盐铺，今天一个上午都没人买盐。秦掌柜气得砸了铺子，还说一定要把陆家这锅盐毁了。从这一锅盐开始，陆家真正的对手不再只是王虎，而是整个边城盐商。今日官盐大降价，1斤粗盐只卖原来1半价钱。便宜这么多，还买什么陆家？嫂子，他们这是冲着咱们来的。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拼价格逼陆家赔本，再把我们挤出边城。可惜陆家的盐从来不是靠便宜卖出去的。嫂子，不单卖盐了吗？卖，但让他们觉得买盐最不划算。姑娘，这组合是做什么的？可吃完就没了。这一干菜能放1个月，药粉关键时还能救命。家里过日子，算的是长远。人家卖的明明白白，想买什么自己选。江姑娘，卖盐就卖盐，何必耍些小聪明？秦掌柜会降价，大家各凭本事做生意。官盐便宜，可还是粗盐，陆家的东西更值。降价压不住陆家，那就毁掉陆家的名声。哼！啊！这不是陆家的精盐，里面掺了沙。大家快看，陆家的盐里有沙子！不会吧？昨天买的盐挺好的，是不是偷工减料了？江姑娘，做生意可不能昧良心。你胡说！我们家的盐才不会掺沙。那大家眼前看到的又是什么？今日我教大家一个变盐的方法。真的有沙！这不是陆家的盐，这是有人故意掺进去的。盐遇水会化，沙不会。以后无论在哪里买盐，只要用清水一试，是真是假，一眼便知。江姑娘的盐我照收，这样的盐用着放心。给我来2袋，还是陆家的盐干净。做生意靠的是诚信，不是算计。王虎了，既然毁不了他的盐，那就毁掉他的人。
嫂子，今天还没到中午，盐和药膏就卖光了。可咱们背的太少，好多人都没买到。今天还有酒楼掌柜来问能不能长期供货。婉宁，再这样天天来回跑，人累不说，生意也做不大。那就在边城开一家铺子。婉宁商铺，这不是卖精盐的陆家吗？听说他家的药膏也好用，进去瞧瞧。江姑娘，先给我来20斤精盐，再要10副干菜。我要药膏，我要薯粉，俺也去买点精盐。嫂子，卖完了。掌柜，要不要再降价？不，再降就赔光了。掌柜，不好了，城里好几家酒楼都跟婉宁商铺签了供货。这流放来的罪女，凭什么抢我的生意？哼！嫂子，卖完了。今日收入比过去5天加起来还多，可铺子开起来了，真正的麻烦也快来了。既然生意斗不过他，那就让他这铺子开不下去。嫂子，今天的人比昨天还多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乱。江婉宁，有人举报你私熬官盐，私自售卖，按律查封商铺，所有货物我全部充公。别冲动，搜。慢着，慢着，王管事，你说我私熬官盐，可有证据？哼，精盐就是证据。除了官盐铺，谁敢熬盐？这是军营药房备案，只写药膏陆家负责制作。这是军营采购凭据，精盐优先供应伤兵和军需。这是霍老将军亲笔批示，准陆家试制净盐，用于军营和屯田。王管事，要不要亲自看看？谁说陆家的盐是私盐？老将军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军营的文书你也敢不认？还是说你觉得本将军会包庇罪人？撤！陆家就在婉宁山铺。秦掌柜，今天这场闹剧耽误了我半日生意，这笔账我会记着。3000斤军粮，我倒要看看你江婉宁拿什么缴。江婉宁，霍老将军既然说你家的营盐可以供军营，那本管事自然要照章办事。军营急需军粮，3日之内，陆家交3000斤。3000斤，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粮？3天3000斤，这不是按律治罪。哼。盐是有了，药也有了，可粮食哪有这么多？我去找军中弟兄借。不行，他们本就不富裕，借得了一时，借不了3000斤，粮不够，可换。咱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，精盐、药膏、薯粉，还有耐放的干菜，这些都能换粮。江姑娘，这是酒楼库里的粮，你先拿去应急。婉宁，我家不多，就这些。当初你教我种地，如今轮到我们帮你。嫂子这些日子帮过的人，并没有忘记陆家。1车、2车，足足10几车。3000斤军粮，1斤不少。一本破账册也想诬陷本管事，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慢！既然有账，那就当。这是陆家近几个月领取田物资、军粮、口粮时我逐日下的数目，每次领取多少，实际发放多少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正月初6，登记军粮50斤，实发40斤。2月初3登记口粮30斤，实发20、15斤。3月初8，把屯田所账册拿来。老将军，每一都记录了时间，将数目与江姑娘所记一致，可真正发到军户手里的确实少了一截。怪不得这些年粮食总不够吃，我家的安家粮也少过，我领的农具也缺了一件。这些都是搬运时出了差错，与我无关。如果只是1次2次，确实可能是差错，可这些收据都是粮铺和铁匠铺开出的。老将军确有问题，欠缺的粮食、农具和种粮数量足有数千斤。王虎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老将军，我是一时糊涂。哼，军粮关系将士性命，屯粮关系的是季亨之职，所有账目屯押军户，叫不配在主团彻查。终于有人替咱们做主了。不疼，启禀老将军，边关800里急报，北京粮道告急，请立即议事。烽火台告急，北面发现异常动静，请附近巡守立即前往查看。不能让他们靠近烽火台。快！百户，若不是您提前绕到后面，他们早就跑了。今晚这一功肯定要记在您头上。守住烽火台是大家的功劳。昨夜巡防，属下率队及时处置异常情况，烽火台安然无恙，请老将军过目。做得不错。昨晚带队的明明是陆百户，别说了，
魏小贤就在前面。百户，这军功明明是您的，为什么不去解释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也太欺负人了！嫂子，不能让哥哥白白吃亏。我去找魏长风。你现在去争，他一句写错了，这仙期过去了，可你的处境却会更难。那就这样算了。当然不会，争一时只能出口气。魏长风敢抢军功，就说明他觉得没人能查。可一个人若敢在一件事上动手脚，就未必只会做这一件。你看这里，军械照。军械少了。你看这里，上个月登记领取长枪50支，可你们巡营时实际判发只有42支。当时军械官解释说有几支需要修饰，还有缅甲军发的军械粮，几乎每次登记都比实际数量多。嫂子，怎么会凭空少了？不会凭空少，只会有人借着登记把数量做了调整。最近损耗大，所以少了一点。嫂子，这也能少？说明问题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人一直做同一件事。今日核对了6项，6项都对不上。陈川、魏长风抢军功，也许只是表面，真正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你准备怎么查？想知道真相，就要先找到真正管账的人。陆百户，江姑娘，军械库负责登记的老账房不见了。老账房找到了。陆百户，你总算来了。这些东西我不敢放在军械库。这些年，每次登记之后，我都会留下一份旧底册。昨天有人一直在翻账，我怕出事，就先藏起来了。这些账比官账完整。嫂子，看出什么了吗？你看看，都是晚上沈曼子来。账不会说谎。婉宁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没有真正相信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查到哪里，我就陪你查到哪里。陈川，所有问题都绕不开军械采买，而这几批军械都是魏长风亲笔签的字。一个妇道人家也懂军械，这可是军中重器，不是摆弄锅碗窑盆。江婉宁，启禀老将军，这样一把弩，熟练的人也要费不少力气。战时争的是速度，若上弦慢了一步，便可能错过最好的时机。问题不在弩，在这里。这里用了几十年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就这么改一下，能有什么用？你再试一次。轻了，真的轻了不少。同样的力气，动作快多了。若大家都用这种弩，训练效率至少能高一截。江姑娘，是我看走眼了，这法子确实巧。好，改得好。若全营都能换成这种结构，平日训练会轻松许多，临阵配合也会更加从容。只要能让他们训练更快，临阵多一分把握，这一次改动就值得。真正需要芳芳的人，不只是陆晨川，这个江婉宁才更难对付。江婉宁又立功了。听说他改了弩机，连云红老将军都夸好。陆家现在真是不一样了。凭什么？她不过是个庶女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她转？宋姑娘想清楚了？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自然会给你想要的体面。江婉宁能有今日，不过是靠陆家的药坊、粮仓和盐坊。只要知道这些地方的位置，想让它乱起来并不难。药坊在陆家小院后侧，粮仓分了3处，一处在陆家柴房旁，一处在井边旧屋，还有一处在盐碱地东边的地窖里。盐坊呢？后山苦路井旁有一处碱棚，他最近常让人夜里守着。很好，你答应我的，不能反悔。放心，等江婉宁失势，你自然会重新被人看见。凭什么他能被众人簇拥，而我只能被困在冷院里？先毁掉他的后方，看他还能不能稳得住。不是意外。你说什么？
2处起火点同时燃起，火势分布太精准，不是自然起火。查是。你不要命了？如果账册丢了，我们所有随后方都要断。这几个道案，这不是普通纵火，是冲着陆家后勤体系来的。谁敢动我们？对方知道我们所有布节点，说明内有人泄密。内鬼？不止，还是能接触军需的人。如果是内鬼，我亲手抓出来。别急，他会自己露出来。不用封。嫂子，还会有人来？会，而且很快。站住！路要平分，快！嫂子，真的有人来了。不用动。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我只是按你说的做。别慌，还有下一步。终于。现在抓？不，再让他走一步。我们要的不是他。他们已经开始查了。按计划继续。消息确认了吗？2人接头，路线已锁定。现在抓？还不到时候。虫子，始皇在前兆。现在只做3件事：1. 烧钩；2. 赶琴。这边也破了。说完了。居然真的保住了。若晚一步，全毁。军粮只够2天了，后方粮道还没恢复，断了整整3日。开司仓。嫂子，那是你最后底仓。那是保命粮。前线不能断。有粮了。现在写。北境军营，借军粮300师。现在还要写这个？必须写。确认无误。他把底仓都掏空了。很好。后方已经乱了，粮草、药材、缝补全混在一起。怎么会这样？人太散了。立队，归队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散人，没有散人，只有4队。
真的暗军队来了。后方已经不是村子了，只是开始。他的村子真整齐，越整齐越容易断。从账册开始。粮道断了，北线粮道被截，3日内无补件。前线呢？已经开始建粮配给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放弃军营村。村里还有百姓，那是几十户人，不能退。分仓图。你怎么会有这种图？因为这些仓本来就是我建的。东仓还能撑3天。后山地窖已开启。急报，北蛮主力已压至城外30里。前线已经开始减配，士兵1天1顿。粮仓还能撑多久？最多2天。开私仓，那是最后底粮。一旦开了，就真的没退路了。前线不能断。分级发放。来说。确认无误。哼，他真的开了私仓，很好。急报，北蛮先锋夜袭队已抵达10里外。一起开城备战，守住城门，绝不能让敌军登城。第1队守东墙，第2队跟我堵云梯。跟我上！伤兵送东侧帐篷，轻伤先包扎，重伤优先处理。热粥继续熬，药材按编编号发放，不准乱。嫂子，箭矢快不够了，打开第3库，把备用箭全部送上城来，再把热汤一起送过去。是。将军小心！这一战，你立首功。陆战神，陆战神，陆战神！这粮袋是谁送回来的？嫂子，怎么了？这些粮袋不是同一批装的，可都是从仓库送出去的。粮袋没问题，问题是有人动过。昨天夜里，这批粮食谁负责运送？前半程是运输队，后半程因为战事紧急，临时换了几个人。名单呢？都记在账册里。清河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嫂子，你怀疑有人偷粮？不是偷粮，是送消息。粮草清点的怎么样？你看看这里，暗号，这种记号不会影响发粮，却能告诉别人坯房什么时候出仓，稍稍到前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界路线一直有人泄露，而且这个人一定能接触到粮仓。我现在就查。不行，为什么？现在抓只能抓到一个传信的人，我要找的是站在他后面的人。你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先别惊动任何人，
我要顺这条线把真正的内鬼找出来。好，我听你的。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。粮车出城了，都小心点儿，这可是前线最后一批军粮。将军，敌将粮车已出城，正往前线运送。江婉宁果然撑不住了。将军，这批粮是送往前线的。哼，只要抢下这批粮，边城必乱。全军集合，随我出发。都小心点儿，这可是前线最后一批军粮。准备动手！护粮！护粮！护粮！把粮留下，我饶你们一命。怎么会这样？中计了！放箭！等的就是你！跑啊！真正的粮草昨天夜里就已经换路运走了，今天这一车就是专门给你准备的。押回军营。将军，这里有东西，带上来。你可认罪？我不过是运粮失误，何罪之有？这不是运粮问题，是旧案问题。什么意思？陆家军粮案曾写人同一批人，通敌信、军粮调拨单、军令文书，笔迹一致。这些文书有一个共同点，都被修改过，而修改的人就在当年军中旧档里。我可以作证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曾在崔家做过账房，这些文书我见过。你胡说什么？当年军粮案确实有人动过手脚，不是运粮失误，是人为伪造。你有何证据？够了，可以定性了。你们合谋陷害！闭嘴！你们根本没有实证。你错了，这些就是证据链，而你是链条最后一环。魏长辉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背叛崔家！我只是想活下来。押入死牢，等候审问。这件事还没结束。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当年魏上条的复卷。军粮调拨记录被改过，这里本该是3000式，却被改成300式。通敌信件拼接痕迹与军需笔记完全不一致，说明当年有人同时操控军粮与文书。谁？魏家。真的是他们！陆将军是冤的，你们没有证据。这里有军中原始签押，与现在卷宗完全不符，有人替换了整套记录。本官宣布，陆复军粮案重审结果成立，原判撤销。陆家是冤的，陆将军是清白的。爹，冤案犯了，我替您洗清了。北蛮主力已围城，援军未至。江婉宁，北蛮大军已到城下，全城戒备，死守城门。第一队守东墙，第二队守西墙，弓箭压制，不能让他们靠近城门。粮草组立刻分配军粮，药材组伤兵优先，运输组全部改为城内循环。嫂子，伤员已经爆满，先救还能站的。城东缺箭，开备用箭库。挡住！他们这是试探后再总攻。体系扛住了第一轮。报！北蛮主力开始集结，准备全线攻征。列阵！全军压上！敌军夜袭后营，他们分兵了。主力佯攻，真正目标是后营粮道。后方必须守住。我去。你不能离城。后方不能断。
跟紧将军，别乱阵！冲进去，烧他们粮车！拦住他们！将军小心！撤！粮烧完再走。开路！伤得太重了，快把药箱拿来！谁放的箭？是埋伏弩阵。他们在等我们主将倒下。北蛮主力开始全面推进了，那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守城。军医，蜘蛛伤势，箭伤入骨，再拖就撑不过今晚。必须保住他。所有人出去。姑娘，这里需要。出去。不能死。婉宁，城主，你敢死试试？别哭。谁哭了？你再敢丢下我一次，我就改嫁。那我得撑住。知道就好。嫂子，敌军动了！终于来了。北蛮主力开始最后总攻。我们撑得住吗？他活下来，这城就守得住。援军到了！朝廷援军到了！援军来了！我们有救了！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去。这一战我必须在，将士们还在等我。活着回来。冲阵！撤！北蛮退了，我们守住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霍老将军有令，明日论功行赏，所有有功将士进城受封。江婉宁因仍属罪疾，不在受封之列。封赏诏书到。陆沉川守城有功，夜袭敌营，斩敌将，破北蛮主阵，晋升千户，统领边军3营。千户，陆将军升了！陆将军升了！江婉宁，温良有功，救伤有功，统筹后方有功，记功。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没有他，前线早断粮了。明风会来，粮先种下。京城密令，密报直达军机。江婉宁聚粮聚民，掌控军营后方，恐生异心。封江婉宁经营商铺，严访粮仓，涉嫌私盐聚民，即日起全部查封。凭什么封？这些都是救命的粮啊！没有婉宁姑娘，咱们早就饿死了。你们不能封！左奥办案，同罪论处。他们这是要断咱们活路。陆陈仓，朝廷钦差在此，不可妄动。嫂子，这可是大家一代一代攒下来的。江婉宁，有人告你借经营商破严防之名，拒止一百姓私设粮仓，意图不轨。今日本官奉旨彻查。胡说！婉宁姑娘救了多少人？不能冤枉好人！只要你一句话，
我替你讨个公道。既然是查案，就按规矩来。你不怕？怕，就不会把每一笔粮、每一袋盐都记下来。查，可以，账本我亲自给你看。把账册抬上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盐坊账，这是粮仓账，这是军需订单，这是借粮文书，这是工钱名册。从第一笔盐到最后一袋粮，每一笔都有记录。大人，这几本账能互相对得上。商铺卖出的每一袋粮都有去向，盐坊出产的每一斤盐都有记录，军营领走多少，百姓买走多少，一查便知。若有一笔对不上，我认。我就说，嫂子的账没人挑得出毛病。你的账，可还有疑问？本官查完了。传本官令，重查江家通敌旧案，所有相关卷宗一律调往边城。传江婉宁。让我去。江婉宁，你可知今日为何传你？知道。江家通敌旧案，你虽有军功，但罪疾未除。如今重查旧案，你可有话说？这些本就是我要交的。这些是什么？流放路上，我一路都在查江家旧案，这些证据也是一路收集来的。这封信当年被当作江家通敌的铁证，可它有一个破绽，正文与授款墨色深浅不同，说明不是一次写成。还有这里，这份文书上的笔记与陆家军粮案里的批改笔记完全一致。确实一样，连收笔习惯都没有变。你的意思是，两桩旧案背后是同一批人？有人伪造了江家通敌文书，也有人构陷了陆家军粮案。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手法。大人，人已经带到了。凡经手旧案者，一律传审。他是当年负责誊写文书的旧吏。等待多年，真相终于要揭开了。本案必须公开审理，公堂重案，不得喧哗围观。若案子见不得人，那就说明他本就不干净。开堂。陆家是不是被害的？当年江家通敌一案，你可认？我认。真的有问题。当年江家通敌文记是有人让我誊写的，原件是假的。谁让你写的？崔家。军粮案的账册也是他们改的，魏家负责执行，崔家负责定罪。刀原来是在造，江家是冤的，陆家也是被害的。当年誊写名单还在，是真的。江家旧案重新定性，陆家旧案一并复查。有刺客，保护证人！有刺客！拿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崔家，果然是他们。再说一遍，是崔家下令让我灭口证人，旧案翻出来对他们不利，所以必须全部封死。他们连我也要杀。现在可以定性了吗？崔家涉案证据成立。快马加急，奏折直送京城。此案必须由朝廷重审。报！北蛮联军再次压境，兵力比上次多3倍，已破外线防线。他
他们撑不住了，边城粮草准缺，后方调度混乱，已经开始限粮。终于到极限了，围了这么久，他们撑不住是正常的。派精锐夜探粮仓，确认虚实，一旦属实，直接焚粮断根。他们上钩了。缺粮，是我让他们看到的。嫂子，你故意放消息。真粮不能动，但假消息可以。动手！放箭！够劲了！上车！粮草着火了，马匹失控了！怎么可能？后路操场一毁，骑兵无法展开。你们看到的粮是假的，被耍了！时机到了，可以收网了。开城！他们终于撑不住了，全军压上，踏平边城。将军要出城，他要决战。分3队，左翼引敌入谷，右翼断其后路。中军随我正面冲阵。粮线全部跟上，药材送前线，箭石3轮补接处理。嫂子，这样撑一夜会空的。他在前面，我不能断。他们分兵了，中计了！围住他，杀！主将败了，赢了。护国战神，护国战神，护国战神！圣旨到。江家旧案昭雪，崔家通敌谋逆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查封崔府，削其踪迹。真的昭雪了！陆沉川手边有功，雪原破敌，特封定远将军，同北境3军。江婉宁虽罪疾出身，稳军救民之功，特封6品仪人，北境屯田事务。江姑娘有封号了，她不是罪女了。还在看？你从罪女走到这里，值得吗？我只是把能活的地方变成了能活很多人的地方。这地方以后不会再饿死人了。那以后呢？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可能会更快一点。